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赶快先欢迎我们的来宾到场，前资深外交官谢文吉大使。思明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志哥。思明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干哥。思明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提醒大家，先帮我们的节目按赞，并且呢，在留言区这边特别按下热推2个字。如果没有看到热推，记得在上面留言热推2个字，也可以呢在留言板上面，如果想要跟我们互动的话，写下思敏我人在哪一个城市，那我会特别针对观众朋友的留言来一一做回复。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做更多的互动。今天节目一开始，赶快来关心到的是伊朗这一次出手再扣了2艘的商船之外，并且秀出了他的这个底牌要来反击川普，有哪一些细节底牌？等一下一起会来看。另外呢，包括了一共是有9000家的军工是全面的加入在伊朗的军工产业当中。再来看到是在不管是其他的国家，美国原本的好朋友，不管是阿曼、德国，在这个时候反水了，也就是造反了，美军基地还酿下了大火。C30被砍等等的议题，等一下就这些话题，我们会一起来做一次比较深入的解析。今天3个火线话题，我们等一下同时请来宾来帮我们特别做解答。首先呢，我们等一下会来一一的盘点一下伊朗国防部秀出的最新的他们的军事底气，公开说已经建立了超过1000种的武器哦，这当中包含了有飞弹、无人机跟防空体系，并且说一共是有9000家的军工企业一起来做支持，这样子的一个战时军工体系是否代表伊朗可以打一个非常长期的消耗战呢？真的有这样的实力吗？第二件事情，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伊朗在4天之内2度的扣押了2艘的商船，直接锁住荷姆兹海峡，这个是封锁型战争试探阶段吗？第三件事情，我们现在看到了，包括俄罗斯已经包括普丁在内都力挺伊朗到底。那么欧洲针对于美国的态度，则是开始出现松动，尤其是现在反战示威跟他们自己的基地都遭到袭击哦，让欧洲国家反战的一个势力现在不断的上升。会不会影响到美国在世界的全球影响力？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先来关心到是在伊朗革命卫队4天之内第2度了，在荷姆兹海峡又正式的出了重手。这一次呢，他做的事情就是强登2艘的地中海航运大型货轮，其中1艘我们可以看到驾驶舱被攻击中，而且是受损的。伊朗在时候又再次的喊话，重申对荷姆兹海峡的控制权，警告美国说不要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不然会面临来自于伊朗的强烈报复。伊朗真的有这样子的底气吗？我们看到呢，这个伊朗他直接公开喊话了，是伊朗的议长，他说：“我们的手上有非常多的牌可以打。”那这些牌呢，是会影响到供需全球市场的供需的重要底牌，所以这些底气，我们也带观众朋友一一来检视，是不是都是存在在伊朗的手中的。好，现在来看到已经部分发牌的，当然就是荷姆兹海峡已经进行了严格的管制，而曼德海峡是未来在这个伊朗手中的另外一张王牌，跟石油也是他还没有发出的王牌哦。那么包括了现在已经有在库存的部分是已经寄出的招数，需求也遭到了破坏，包括了许多的基础设施也遭到破坏。伊朗国防部更是说呢，已经生产了超过1000种的武器了，包含飞弹、无人机、防空体系，而且这些供应链是由扎扎实实的企业来做支撑的，一共达到了9000家的企业。反观美军，我们这几天聊得非常多，弹库见底之外，补给线拉长，还有全球对于美国的态度开始出现了松动等等，都让战线拉长，也恐怕影响到在川普国内自己的一个士气哦，会全面的做反扑。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特别来请教干哥怎么看伊朗秀出的他刚刚说的这个战略底牌到底有多强，足够跟美国打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吗？那美国打得起吗？干哥怎么看？事实上，伊朗它本身还有70%的库存还留着，也就是说，不管它的就是有生力量，包括导弹、无人机以及各式各样的弹药，老实讲，它还存留着70%的有生实力。那所以说，他说这个现在国防部他说出了他们的底气，说我们公开
建立超过1000种武器。我说句实在话，这1000种我们用指头算是算不完的手枪、步枪、机关枪，然后这个炸弹、飞弹、手榴弹，这样子算下去的话，不知道有多少种。但是我可以坦白说，因为其实伊朗的国防工业跟其他阿拉伯国家不太一样，他们本来就有自己的体系，然后他的实力会比沙烏地阿拉伯更要坚强。为什么？因为沙烏地阿拉伯他们是没有人来做这些，就是说在军工厂里面，这个一样要推溯到他们的民族性因为沙烏地阿拉伯身为穆斯林世界的最大国家，但是他们的这个就是说国民是不做工的，他们都请外劳来做，所以说他们的军工业是不发达的。但伊朗不一样，伊朗本身它就是在巴勒维国王时代，他就非常重视这一块，所以伊朗国防部他们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可信的。我们有9000家跟军工有关的关系企业，长期在支持着军方，也就是革命卫队，在支援着前线的补给。所以说这些大到什么？大到飞弹的轴承，小到士兵要用的这个止血包、补给包，像这些，老实讲一句，伊朗的国防体系工业它是一体成型，而且很久了，超过25年之久。在这个国王巴勒维被推翻之后，跟美国的关系一夜消亡之后，伊朗就建立自主了。不过，伊朗比较有一个大的罩门，就是说它的空军跟海军都一直没有更新。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当初都跟美国购买武器，但是它的空军已经20年没有更新武器了，所以我现在手上特别拿了一架 F5，就是最近在科威特建奇功的 F5战斗机。这架飞机刚刚从中华民国空军退役那所以大家看到这架飞机可能有一点眼熟对，这是伊朗，这一架飞机就是伊朗的涂装，我特别带了伊朗的涂装来。这架飞机竟然跑了至少500公里，到科威特去攻击了美军在当地的光纤以及指挥中心管制设施。那你说这个飞机，坦白讲一句，它已经50岁的这个年龄了，它还能够跑那么远，而且完成任务，低空轰炸。美国超强的防空体系萨德飞弹系统、爱国者飞弹系统找不到它，为什么？因为它又小，飞得又低。所以说，像这样的武器是在前国王巴勒维时代还留存下来，它还能够用。它为什么能够用？就是因为伊朗有强大的体系去支撑它，让它虽然已经没有零件供应了，但它还能够起飞，当成是一种有效的作战装备。所以大家就晓得说，这不是空口说白话。那我们看到这边的话，我们就要晓得说，那伊朗最近这2天又扣押了2艘商船。这2艘商船，其实我说一句实在话，最跳脚的是谁？是希腊的船东。为什么？因为他们这2艘货柜轮都属于全世界最大的海运集团，也就是地中海航运公司。这个公司坦白讲一句，你只要在航运界一问，就是阳明海运吗？还是我们的长荣海运？不是，是就是地中海航运公司。在希腊它是非常有名，因为这个公司它的这个历史已经超过100年了，所以他们的这个旗下的货轮跟货柜轮都是世界知名的。这一次被伊朗的革命卫队用快艇快速扣押。我讲一句实在话，如果再被扣押2艘的话，就会造成国际事件以及经济打击，对世界的这个供应链的打击非常严重。因为每一艘船都超过12万吨，不是那种普通的货轮，不是普通的商船，他们旗下的货船跟货柜轮，甚至油轮以巨大而著称。那伊朗革命卫队也不管国际时间就上了。而且他用的是最低成本的，只要连鱼雷艇都算不上，就是快艇。革命卫队的特种部队就上去一扣，就当场在海峡外面把它扣住了，只容其他船可以过的很小的范围。像这样子的行为，如果再被扣2艘的话，那美军你怎么办？美军你在世界上的龙头地位就不保了，因为伊朗这么容易就可以把这种最大的航运公司的船给扣下，那将来美军的
威信要放在什么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谈判应该要加速进行，否则的话，伊朗用这么低的成本就可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这真的是太划算了。好，在正式的展开所谓的第3轮的谈判之前，我们看到伊朗的攻势非常的多，除了刚刚特别提到的在经济上面、商船上面的封锁之外，还有秀出的各种的军事实力跟他的军事底气。他说1000种的武器都还没有寄出来。那我们也持续在看他的另外一个招数，还有就是在外交上面的这个穿梭。现在呢，最新表态就是俄罗斯了，普丁已经出来说他绝对会力挺伊朗到底。那除了普丁之外，包括了阿曼，他也说了，他表态要出来调停，维持稳定。再来就是德国了，德国这一次呢，话说得非常重，这位是总理梅尔茨，直接对美国开炮。说得非常难听，他说美国没有任何的退场策略，被伊朗羞辱到现在还不自知哦，这是来自于梅尔茨的最新说法。我们看到欧洲国家，包括了英国内部也开始出现了非常多的反战的声浪。英国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美军基地爆发了这一场火灾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反战示威升级，甚至有反战人士拿着斧头去砍美军 C-130运输机，包括除了在英国之外，中东许多地区也出现了反美的各种声浪。一边我们看到伊朗的手段扣船，另外一边在外交上面分化西方的势力，这一招操作大师怎么看？其实这一次你要看这个伊朗这个国家在这面临这个美国跟以色列联手攻击的时候，你发觉不但它在军事上，它在外交上尤其在外交上凸显出它的高度专业性。跟他的这种外交的能力，现在归纳来看，他的外交这场战争以后发生以后很清楚了。第一个争取俄国跟中国大陆的支持，那你可以在这个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基本上都不赞成这场战争，虽然他们不会加入，那么在联合国的各种表决的时候中俄基本上都是支持这个都是站在这个伊朗这一边的那中国大陆更是怎么派出这个中东特使那么到处穿梭，穿针引线。当然很多事情外交不浮上台面的，所以你看他很成功的争取到中俄2个大国对这场伊朗的支持。那第二个就变成他试图去中立了2个也非常重要的力量。第一个，他中立了海湾，他把海湾国家把它中立化。让海湾国家很清楚来讲，其实海湾国家跟伊朗是没有必要陷入战争的。那以色列的计谋就是要把海湾国家也要拖入到这场战争里面。可是呢，我想伊朗在所谓的打击上用所谓的对等反击，而不是主动攻击。那么攻击的这些海湾国家的目标呢，都是美军基地为主，或者美国相关的产业为主这一点，他就向海湾国家表明了，不是与海湾国家为敌，希望他们保持中立。那这个目的也达成了。另外一个，他们也争取欧洲的中立，所以欧洲跟这个海湾国家的中立，也是他外交上一个重点。第3个就是他也用这种封锁荷姆斯海峡控制油源的方式他也很成功的警告了印度、东协跟日本、韩国这一些过去很多都是跟着美国的这个政策走的这些国家，所以他整个做下来，让美国感觉到外交上相对的就非常的孤立。那而且越进入到后期他的这些外交的作为那手段更为灵活。那这是大的战略。另外，你可以看在这个整个的谈判桌上，伊朗的谈判人员表现出高度的专业性，那么提出的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案那都很专业。比如说，他们相对提出来要美国做的这些让步，比如说第一个赔款，第二个要怎么在中东地区要撤出美军，对，第3个保证以后不会再继续攻击伊朗，然后呢都很具体，因为他要提出具体的要求，才跟美国提出的具体要求才能够怎么样来互相的怎么样消除嘛。你提5项。人家提5项，最后一定是你消1项，我也消1项，你消1项，我消。最后现在集中在什么呢？现在集中在就变成就是说核子武器啦，核子武器怎么做其他还有没有在提呢？还有荷姆斯海峡要不要开放的问题，现在最后只有2个了。
你如果你自己不提出你的主动的要求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跟对方做消除法。谈判就是在消除法。那现在说实话，荷尔姆兹海峡，那伊朗的最高领导人出来说，荷尔姆兹海峡的目前的这个现况不容改变。那再跟美国逼什么？因为美国说你一定要把你的核武把它消除，那人家不会只跟你谈核武啊，人家就说荷尔姆兹海峡我就是不改变现状。那你要我改变现状呢？可以啊，那你核武就要让步。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谈判非常的专业。那所以这个整个看起来这场战争，你可以看出来，这个伊朗这个国家不愧是有5000年历史文化。然后呢，这场战争可以说把美国已经逼到最后的地步了。为什么到现在伊朗越打越猛？原因我认为就是因为5月1号快到，5月1号是川普得到授权去打这场战争的最后一天。之后，如果美国国会把它否决的话，这个谈判就不必谈了，战争也就自然结束。那伊朗为什么要现在跟美国妥协呢？所以伊朗现在越来越硬是有原因的。好，一方面伊朗已经看准5月1号的期限已经快要到了。那第二件事情，透过这个外交的斡旋，我们看到俄罗斯表达更力挺伊朗之外，包括了在欧洲国家跟这些海湾国家现在也持比较中立的态度。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外交上面的表现会不会影响在军事上面的态度呢？也就是说，美国在全球的军事体系会不会受到影响？那在包括了全球的军事布局会不会也受到冲击？尚志哥怎么看？我们现在在这次波湾战争就我们感受到的部分是，包括美国基地轻易的就被伊朗炸得死去活来，所以大家在认知上总感觉美国现在的军事力量好像不怎么样嘛然后甚至很多看衰说它反噬，我都认为这些都是太外行了，太天真。军事这样，军事是一个国家国力最扎实、最实质的东西，而且它是持续的累积不断的，总统或领导人会改来改去。那么，但是呢，这里头政治人物这些政客会改来改去，可是军事这边都是持续累积、日以继的累积的。所以，对于现在，我认为美国的这个军事力量，我们在这波看到，之所以乱在哪里？乱在政治跟外交的指挥系统啊，乱在川普跟赫格塞斯里头，他们就开除的一大堆厉害的这些军事将领。然后你可以看到，在波湾战争，我们现在听到的所有的信息。原始的部分，在美国军方基本上是反对的。美国军方在评估这场仗当中是不能做的，乃至到现在，你可以感受到，包括虽然现在就是川普一直在放话，你可以感受到，其实是因为原因之一是美国军方没有100%都听他的，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在于说，美国军方的这个专业跟实质的这些积累。他们并不是这一些政治人物、政客都可以动用的，所以你怎么可以轻易的认为美国军事的全世界的体系就会崩溃了呢？我觉得会这样的都是不懂的啦。而且不要忘了，现在全世界美国的军事概念是什么？全世界在80多个国家有将近800个军事基地，全世界所有的中国、俄罗斯全部加进去。在海外的军事基地当中，美国在全世界只有南极洲没有军事基地，其他地方是占了全世界各国的85%的军事基地都是美国的。我们来看2026年，我觉得最实质看钱啦。2026年，在美国的波已经编了这个波的国防预算高达1.01兆美元，相较于去年它又多了1000多亿美元。1兆美元这什么概念？也就是说，美国到现在为止，他们就是每年4%的 GDP。美国是全世界现在 GDP 最强的，比中国强，俄罗斯更不要讲。他拿4%来作为军费，而且国会都通过，国会是觉得应该的。那这是美以一这个部分是这场战争会多加钱，他可能不给你。可是2026年的军事预算就这么多啊。那你看中国，我们看中国现在产生那么多的军事，中国2026年预算是多少钱？是2500亿美元，是美国的1/4。而且中国都觉得，他们这些做的造舰呢，当然他们很会造舰，很便宜来造。可是中国 GDP 是多少？只有1.3%拿出来。作为国防预算，美国这么有钱这么壮大，拿4%，中国都已经很厉害，拿1.3%。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你看，比如说美国在今年2027年，在前几年发现中国大陆军事越来越强，它今年是17%的增长，在国防预算增加，而中国只有7%而已。所以我们现在在看待这个具体的实质，很多感受上会有这样，但是的军事实力这有很多有些底层的架构，我觉得什么时候会流失，就军事有问题。就当你看到美国本身
在整个国防部不是赫格塞斯，是这些军事的就是这些军事的重要的将领。他们全部都屈服了，他们全部都听过这些政客，可到目前为止就是没有，所以一直被开除哦。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在妄想说啊，美国军力没有我觉得美国国力会整个有点损失，有政治、社会、外交，而且你混乱啊，关税战。可是就军事方面，你轻易认为美国这方面的国力就会消失，就会轻易被超过，我这个部分是天方夜谭。好，谢谢上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久没有关心到的是俄乌战事，因为有了重大的进度。我们今天特别关心到的是，其实呢，目前在乌军的部分，他们已经面临到断粮，而且达到了8个月，非常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前线可以说是崩溃了。再来，我们来看到俄罗斯针对于无人机不断的扩张，再加上北韩的力挺，现在战局可以说是全面的倾斜的。泽伦斯基现在被指控说他是不是恋战权势，要做假和谈呢？今天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我们也会特别请来宾帮我们特别关心到。刚刚特别说了嘛，因为呢断水断粮，士兵现在受到皮包骨了。那么乌克兰的士兵还撑得下去吗？这一场消耗战。第二件事情是我们等一下会来看到俄军方面有了无人机的量产，还有北韩的支持，加上他在远程的打击的武器上面全面的升级哦。这一场战争是不是比较倾向，应该说是明显的倾向俄方呢？第三件事情，今天也会来特别关心到是泽伦斯基，他一边喊要谈判，但是呢，他另外一边又延长战时的状态，要达到90天，这是一个政治上面续命的操作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好，我们赶快来看到前线士兵，乌克兰的士兵现在已经瘦成皮包骨了，最瘦的士兵甚至只剩下30到40公斤。因为他们面临8个月断水跟断粮，被形容说呢，已经出现了昏厥跟战力崩溃的现象。大家会认为说这只是个案而已吗？结果现在被证实说，这个是乌军第14独立机械化旅的部队的整个产况，也就是现在前线所面临最糟糕的一个状况。乌克兰确实也有一些捷报，包括在最近他打下了俄罗斯的一个炼油厂，还袭击了俄军黑海舰队的登陆舰跟侦察舰。无人机还击中了一个俄军的空军基地，重创的是来自于俄罗斯的米格31。但是俄罗斯方面同样在军事上面做出了一个非常强势的反击，发射了144架的无人机做远程打击的目标就是地涅伯罗遭到空袭，一共是造成了2死21伤。再来，乌军呢，它则是出现了误袭的事件，造成国防承包商佣兵大量的损伤。俄罗斯方面现在甚至呢，在这个乌克兰靠近乌克兰很近的一个地方扩建了一个无人机的基地，说呢，他要在这边来大量的部署量产新型的这一款喷射引擎无人机，那么增加它在远程的打击能力。另一方面，还有来自于北韩，现在已经公开表示绝对会力挺俄罗斯到底。种种的状况，我们尤其来关心在乌克兰的人力部分，前线是不是断水断粮，已经造成了非常危机的状态，几乎面临崩溃。干哥怎么看？好，你看到这3个士兵的照片，你真的会以为他们是俘虏，而不是士兵。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怎么能够瘦成这样呢？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我跟各位讲哈，8个月没有正常的补给的话，其实人类不是先饿死，而是会先崩溃。为什么？因为他们对于粮食的那种幻想，已经到了不是跟正常人一样的逻辑了。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吃不到，但是他们常常要用这个做梦的方式吃到，就是有点像这个饮鸩止渴啊，或者是说望梅止渴啊之类的，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已经对于补给已经不再具有信心了。我们去看看2000年的官渡之战，曹操当时他夜袭了那个袁绍的那个粮仓，叫做乌巢。自从夜袭了乌巢之后，70万大军就没有斗志了，所以曹操只有8万。但竟然可以打败袁绍的70万大军，为什么？
因为你的粮仓被毁了，毁了之后军心完全涣散，千古不变的道理。那乌克兰前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些士兵得不到补给？其实8个月有点夸张，而是8个月之中断断续续。我所了解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桥断了，车子过不去。到最后你知道怎么办？出动可以载重的无人机，把油料、弹药跟食物，其中最重要的是食物，常常拿得到弹药，拿不到食物，是这样。常常有些人有食物却没有弹药，反正前线的他在库皮扬斯克前线，常常这些守军，像第14化机械化旅啊，就是拿不到东西，所以这些士兵都只能够躲在战壕里面。但是他们的信念告诉他们不能够撤退，因为只要撤退的话，这个阵地就没有人守了。没有人守的话，俄罗斯部队就可以长驱直入了。所以有好多个要塞的士兵，他们是经常遭遇到，就是说要这个少那个，要那个少这个，因为攻势已经受阻了，然后他们只能够死守。在死守的情况之下，你知道后方的指挥官，你认为他们是人谋不臧，也有可能。除了人谋不臧以外，就是补给真的困难。你派无人机去丢，常常丢不准，为什么？你还是要有人，连直升机都飞不过去，为什么？直升机那一定是俄罗斯无人机的火把，所以你不能够派直升机去，那个是根本就是白白送死。那你用无人机补给的话，那就面临很多实务上操作的困难。所以8个月以来只剩下皮包骨，一个90公斤的男人剩40公斤、40几公斤，这样能看吗？那所以这还不是家属去公布的话，那世界上的绝大多数的观众还不晓得前线到底发生了什么惨无人道的悲剧。而且你知道现在他们在历劫归来之后，听说已经这个都获得了补给了，就是说短缺的部分已经获得补给，因为那已经建筑于世。那没有被公开的还有多少？你知道这些士兵现在回来要干嘛吗？要开始心理辅导，因为他们不是正常人，他们必须住在精神病院一段时间，因为他们已经不相信他们下次能够得到正常的补给，也就是他不再相信他所认知的世界。这场战争对乌克兰的打击是非常严重。好，这个是乌军前线的最新的状况哦。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俄罗斯刚刚说了嘛，他还建了这个无人机的最新的一个发射基地，在这边去大量的生产更多的无人机之外，还做这个远程火力的升级等等。还有北韩的支援加入，接下来这个俄乌的这一场战事是不是越来越明显往俄军的方向来做倾斜，掌握优势呢？上这个怎么看？我觉得我们每年今天俄乌战争第4年了，我们至少从觉得第2年该结束了，第3年、第4年都结束不了。我觉得最大关键就是乌克兰打不死，俄罗斯打不赢，然后现在这双方来讲，就大家都打麻了，就麻到你就好像没有谁对于对方有个致命的，可以最后能够输赢。当然，这个输赢感其实不是太清楚，就是说俄罗斯好像会现在优势一点，可打4年还没有这种你知道悬殊，所以但是我们其实也知道原因啦，在这次的战争，在俄乌战争当中，它经历了一个我们从冷战时代以来所看到，包括一个打仗的状态，导弹打，包括坦克车等等的这些，可你会发现出现无人机，就说这次战争。乌克兰战争第一次出现超低成本打超高单价，这个其实是把大家都弄糊了，所以全世界军事专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而且这里头这不是一个系统性哦，这有点算是野蛮生长的，就无人机种都自顾就野蛮成一个这样子的状况。好，可是这里头同时我们也体会到，俄乌战争也出现过去从来没有的就经济制裁。其实过去美国虽然都有部分制裁，但是这次的包括 SWIFT、包括货币的、包括北溪2号、欧盟等等的这种系统性的从软体到硬体的具体的经济制裁，我认为这是普丁在一开始打的时候没有想到的。所以他一开始可能打一打就想说就可以跟我下跪就结束了，就没有想到其实就有这样的问题。所以眼前到底对俄罗斯有没有倾向的优势呢？我始终认为军事这件事情你要来看一些真的东西，就是来算钱。俄罗斯现在的状况都知道，最近没什么钱哦，因为2025年他卖的黄金卖掉32亿美金，比他过去每年你知道卖的超过8倍。其实江湖上包括都说俄罗斯卖黄金好像卖到很多了，因为真的没有钱了。而且我们看到2个东西，最近这几天听说俄罗斯去跟北京希望谈，他们外交部长去、财政部长去，希望能够中国大陆能够跟中国大陆借贷。
也就是说借款哦，真正借钱，国共借钱，但是这个部分还没有被真正的证实。可是有个东西出来了，是什么呢？中国大陆让俄罗斯的一些能源的大公司在中国发债，公司债，这个东西它是企业的，但我要讲的部分是，就是说欠钱，因为这些俄罗斯公司到全世界去卖它的债，没有人要买啊，被这些制裁，所以到中国，可是中国让它发债，就可以兜一些现金出来。这最近你可以看到，俄罗斯真的蛮没钱的，而中国还需要想尽办法，但要在美国的这个抑制之下，谨慎的为俄罗斯开辟财源。可是对比乌克兰呢？乌克兰因为我们看匈牙利的部分的这个部分的政治的变化。同意了这个整个欧盟对于乌克兰的900亿，2026年今年给的包括600亿的这个军事的钱，跟300亿的部分的财政的钱，这乌克兰今年有300亿对不起，欧元哈，不是美金哈，而且不要忘了，它不是这个钱哦。2024年到2027年，现在有个叫做乌克兰基金，乌克兰基金是每年要给他在这2024到2027年当中，每年最后总共给他500亿欧元。今年2026年是早先乌克兰有说他们需要400亿美金，400亿欧元左右这样子的，他们才能够活下去这个国家。所以现在欧盟的今年拨的预算不出来的时候，匈牙利卡住说他们都快要死掉了，跑去美国说可不可以借，美国也不理他，他们也说不给你钱。结果现在因为匈牙利这张牌的变化，乌克兰就有钱了，至少他2026年可以活下去了，而且包括他有军费已经有了。所以，我们说，其实，在军事上，我们看很多政治外交当中的这些政治倾向性，可是你就要来盘点这个2个的钱袋子。俄罗斯现在真的蛮没钱，所以要跟中国一直盘点，一直借。可是乌克兰终究还有欧盟，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放弃它。虽然欧盟要求你乌克兰你不能有贪腐，你不能有其他的资源，我觉得看到这些刚刚这些照片上这些瘦弱的，很大的原因也可能包括贪腐啊，后方的这个资源没有办法补足上。所以这就是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的现况。好，现在看起来这个俄乌双方都去扩展自己的财源，看起来这场战争还会持续好一段时间。俄罗斯在中国这边辟财源啊，乌克兰得到了来自于欧洲的援助。但是我们也来看到，在政治上的动作呢，泽伦斯基在这个时候把这个战备的状态、战时的状态再增加天数，而且呢延长时间高达了90天。原本是在5月4号哦，现在确定会延长到8月2号，而且他还抛出一边他说要延长这场战争，但另外一方面他又说他想谈，但真的是这样子吗？原因是因为这个会面的地点选在了一个俄罗斯几乎不可能答应的地点，也就是他现在说愿意在亚塞拜然这边谈。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亚塞拜然其实才刚跟俄罗斯签下这种很多的国防合作，深化彼此的关系，再加上俄罗斯一直都说了要谈可以，但是一定要在一定拒绝在莫斯科以外的地方谈。那现在看起来是不是这个泽伦斯基根本就没有想要谈呢？大使怎么看这件事情？泽伦斯基当然是他还是要做出姿态啊，因为欧盟他现在整个战争基本上还是靠欧盟在支撑的，美国还有部分，那所以他也不是愿意永远打下去，因为他也不能保障欧盟的这些钱永远是可以给他的。那另外一方面，他对内部也要就是说有所表示啊，不是一味就永远就打到。所有的领袖他都要有一个终战计划，要不然就是说能够用谈判达到这个军事不能达到的目的的话，那就要用谈判的方式嘛。所以他当然要摆出这个姿态啦。不过基本上，普丁不会理他的，对，因为普丁现在就是说他所谓的特别行动计划的自己设定的目标只差在顿内茨克还有1/4的顿内茨克州还有1/3到1/4土地还没有被打下来而已，因为他一直要这个顿内茨克这个州的所谓的行政疆界的所有土地，他说这个就是我们俄罗斯的土地，对我的军事计划就把它拿回来。所以呢，现在对俄罗斯来讲，它是以逸待劳了，然后这个战场，说实话，现在在顿内茨克这个战场现在是停滞的话，俄罗斯并没有停止他该做的工作。我最近看了一个片子，叫这个在这个就是这个俄罗斯已经攻占下来的这个原乌克兰的土地里面，俄罗斯正在做快速的重建，包括物质的重建，还有就是什么
当地人民精神上的建设。因为这些土地原来就是属于俄罗斯的，是因为苏联时期把它割给当时的乌克兰，所以那边原来的居民本来就是俄罗斯的居民，可是年轻一代就变成认同上有问题，所以呢，这个现在这个我看这个片子，俄罗斯正在这些收复的土地里面重新盖房子，然后把所有乌克兰的任何的痕迹全部摧毁掉。然后呢，重新把俄罗斯文化带入到这些已经打下来的土地里面，所以俄罗斯没有在闲着，人家忙得很，人家忙得很呢。这些土地就摆明了，你就不会还给你了。我们现在已经当俄罗斯土地重新再建设，重新再给人民建立新的认同。所以呢，这部片子讲的是马里乌波尔。马里乌波尔事实上当时在开战之前，就是俄罗斯用大军打下来以后，打的是一片废墟。可是呢，现在正在快速的重建。那重建的过程中，也有很多这种新房子的盖、马路的重修、学校这些居民的生活的恢复忙得不得了所以乌克兰事实上想要收回这些领土，大概已经是不太可能了。所以基本上，我觉得现在这个川普来讲，他也没想到美国又送他一个大礼，美国又去打伊朗，那不是让俄罗斯更可以做说时间在我这一边，我就可以慢慢等。你泽伦斯基你就叫吧，没人理，川普不这个根本不理他。对，好，谢谢大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今天就军事面，我们赶快来关心到的是一些新的武器。等一下会一起来看到几款重要的武器，包括了歼35蓝鲨上舰，再来另外一款就是076要变准航舰吗？另外还会来关心到的是高超音速飞弹跟中国大陆解放军特别寄出了14件，现在在南海这边被形容是针对于这个美日菲他们的肩并肩演习来下饺子，做一个包围战。那么中美接下来在第一岛链正面碰撞，谁能掌握制空跟制海权？今天在军事的议题上，我们会一次的做一次比较详尽的解析。我们现在赶快来看到美日菲的军演，这一场是肩并肩，声势是号称史上最大的。但是解放军呢，刚刚我们讲了嘛，也寄出了许多的武器，不甘示弱。今天特别来看到的是这一款歼35又有这个蓝鲨的命名的这个称号。那么呢，它象征是从研发正式的跨境到之后会来做量产跟作战整合的一个关键一步。它具有哪一些很重要的战力呢？来看一下它的小档案，包括具备逆踪的设计跟弹射起降，而且现在根据媒体的报道是说，它可以跨3航舰吗？真的吗？在上面来做部署，这当中包括了辽宁号、山东号跟未来的福建号吗？再来看到内部了，他说他这个内置有武器舱，可以放不管是短程、中程跟一个比较超远程的飞弹。再来呢，针对于对地打击可以进行这种比较精准的打击，而且最多可以达到4枚500公斤的这个穿透弹。它的主要的功能就是可以做这种威胁的空域制空跟远程的精准打击等等的能力。蓝鲨现在说上舰还可以做这种跨航舰的一个部署成型，真的吗？中国大陆的第5代可以说的它的舰载战机实战的能力到底如何表现？干哥怎么看？好，经过1年的这个密集的训练在福建号上的歼35，终于我觉得他现在释出这个讯息，代表说它可能真的可以成军了。不过我说句实在话，在一般的单一的品项的飞机的研发尤其是航空母舰上面的飞机，没有超过10年的研究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到底是进度超前，还是说他们释放出了一项正面的讯息？如果它真的能够完成部署的话，对于中国海军而言，那是划时代的进步，这一点一定要给他掌声。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所有的训练都不是凭空可以得来的。歼35它面临很多技术关卡等等。我们先来讲它的特性这架飞机
从头开始，你一看它具备有相控阵雷达，也就是说它的观测距离、探测距离，它可以达到好几百公里远。那驾驶员坐在里面的时候，它就是跟 F-35一样，它完全是用态势来感知到我身边周遭有什么，我手上有什么，我能打什么，什么是我打不到的，电脑马上就告诉你。它不再是像以前我们传统越战的那种 F-4幽灵式战机，或者是现在波斯湾战争的 F-15战斗机上去了之后要跟僚机通讯说我们现在的目标在哪里，如何，因为它有全球 GPS 定位系统。那我们呢？我们用北斗系统，北斗系统照样会告诉你现在南海发生什么事情的，你几分钟能够到，然后你如果到不了，你要派谁去？你要派我们的核子潜艇去吗？还是派我们在巴基斯坦的友邦或孟加拉友邦基地上面的海军的舰队过去？所以这个就是现代化战争，它的态势感知，用它的一体成型的头盔，马上就告诉你我有什么，我能够做什么。如果不行，我自己去打的话，我要面临的风险是什么？电脑马上就告诉你清清楚楚。再来，你从头开始看，就知道说这个飞行员已经不是那种。他有点像是黄金战士，他像黄金战士一样，他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所有的讯息都在他的眼前，然后他的处理的能力，他的电脑都是超级电脑。现在 F-35或是歼35的电脑都属于超级电脑的层次了。再来呢，它降落在航舰上面的时候，它的这个机翼可以折起来，为什么？节省空间，让更多的飞机可以停进来。到了尾部，它有像这样子的逆中的引擎喷口，可以让它的尾焰，也就是火焰降到最低，减少红外线的那个讯激的散发。那翻过来看它肚子，你就可以看到它可能有什么霹雳10型短程飞弹，或者是霹雳15中程飞弹，甚至未来还有可能会配备霹雳21超远距离飞弹。在这些飞弹的加持之下，你就会发现说，它是一个不必跟你格斗，也就是说，我不必跟你近身搏斗，但我就可以在战场上配备超级电脑，就可以控制整个战场。这就是第5代战机的作战观念。好，我们讲完了它的先进的程度，当然我们就回到现实面来讲，单一武器系统非常的先进，可是训练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现在就算它是成军，它的成熟期要8年，最少要8年才会成熟。美国任何一项系统都超过了8到10年才会成熟。现在蓝沙上舰了，然后就传出说有跨3航舰部署的概念。什么叫跨3航舰？跨3航舰就是我们现在有3艘，我们有辽宁号、山东号，还有福建号，这3艘我们可以3艘航舰都去。这观念是错的。为什么是错的？因为这是一架必须由电磁弹射升空的战斗机。如果今天它到了没有电磁弹射的前2艘，叫山东号跟福建号这2艘的时候，它的运作能力会大受打击。了解吗？就是说，你既然已经是配合的电磁弹射的系统的飞机，你就回不到那个原始的只能滑跳弹射，连蒸汽弹射都没有的系统。所以这个议题是假议题。我们现在放眼望去，是希望歼35蓝沙它真的能够完成解放军这个远大的目标跟那个它的使命，而不是去制造一个新的话题，说它可以部署到另外2艘的航舰上面去，那是错误的观念。那个讲这个话的人叫做军盲，根本不懂才会讲这种话，所以不可以再部署到更旧的航舰上面去，它只能到未来更新的，甚至核子动力航空母舰，才是它发挥它的能力的时候。所以大家要晓得说，将来它如果真的能够顺利的成军的话，它还有好一段的时间来历练。但是我觉得中国能够跨出这么一大步，真正成为美国在太平洋上可怕而对等等量齐观的对手的威胁，这个是值得鼓励跟肯定的。
好，这谢谢丹哥，这是特别来自于这个歼35蓝鲨，特别就这个空中战力，我们做了一个比较深入的分析。那海上呢，搭配着海上，我们有看到哪一些武器？中国首艘的，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这画面哦。076型的两栖攻击舰四川号，这一次呢也在南海终于试航了。被视为是直接变身成准航舰，原因就是因为它直接跨入了这个航舰的技术门槛，有电磁弹射跟拦阻系统都上舰，而且说可以操作歼35哦。那它不一样的地方是，它不再只是两栖舰，还搭配了还具备的条件，包括两栖舰跟轻型航舰之间的这些战力它都有，那同时自带空优。再来就是呢，我们来看一下整体哦，对上美日菲的肩并肩，中国大陆这次出动的这个航母啊，主力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包括了有14艘的主力舰之外，这当中包括辽宁舰、05大驱、052D， 还有两栖攻击舰、补给舰，总吨位是20万吨，被视为是根本就是包饺子式的，针对于美日菲的演习做围堵吗？那055这一次上面呢，还特别让它展示了试射它的YJ-20高超音速反舰飞弹，射程最高达到2000公里，速度5马赫哦。所以怎么看中国现在打造这种航舰体系的一个夺岛作战吗？这么大的一个体系，这个介大使怎么看？其实这一次事实上，这个所谓的肩并肩演习啊，17000人，这比去年多1000人啊。其实它是每年例行的。那我们中国大陆这一次这个做很大的动作哈，主要很多军事专家看法是借这个敌军的出现哈，在练兵，不是说要威吓或者说要进行作战的态势，其实最主要目的在做大兵团的这种大水域的这种联合作战，因为这个包括这个虽然没有陆军啊，可是海空，然后还有登陆陆战队，那而且是大兵团的。有包括航母，有包括05大驱、054A、054D、052A， 对，然后潜舰，然后这些航母上面还有搭载，当然还有搭载这个舰载机，对，那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作战体系。你如果说不集结这么部队的话，你可能很难实际去操演。那这种操演它一定有它的这个所谓的想定，也就是作战的科目，它达成这种科目就不是1-2艘军舰。自己知道该怎么做的，是十几艘军舰，然后几十架飞机，在一起联合作战。那这个培养的什么？培养是指挥体系，那一些指挥的官员。对于这些船舰上的官兵来讲，反正我是看雷达的，我就很清楚我做什么。我是操作火炮操作的，我是飞弹操作，那你叫我按我就按。可是这么多军队在打的，这么多自己友军在打的时候。那个指挥官是谁？那个指挥的幕僚团是多少人？这个才是真正在演练的最重要的项目。因为中国大陆很多都是新成军的，说实话，你这去的，比如说四川号，对不对？076第一次亮相，怎么跟大家合作？对，你要把它放在一个作战体系上，你把这一趟船放进去要做什么？所以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这一次大家不要把这个动作看得太小，针对那些。美国、日本菲律宾这些，我觉得它基本上就是发展一个中国的一个体系化的作战。那整个看起来中国海军这个现在以自己的战备，就是说自己的实力来讲，我觉得它目前大概有3个主要的大的一个这些功能也就是它的使命。第一个区域拒止，它要封锁哪个区域的时候，这些船舰通通可以发挥作用。那要把，比如说日本东部的水面把它区域拒止，或者台湾东部水面的，或者南海就是说从关岛到台湾这个中间的水域，我把它区域拒止的话，它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能力，可是要演练。第二个是什么呢？夺岛作战。夺岛作战，那不是只针对台湾我认为包括琉球的，甚至包括日本，这些要进行两栖作战，那更不要说菲律宾了。这么多这些夺岛作战，那你不演练一下你怎么行呢？是。再接上什么国土防卫？国土防卫就变成，如果中国大陆，比如说包括大陆认定的台湾在内，发生军事的问题的时候，有军事的变化的时候，那中国大陆这么多的军舰，它要能够进行防卫，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
大的一个宏观的一个系统性的，而且是有这种战略而甚至战术战略目的的这样子的一个大兵团演练。所以呢，我觉得正好今天已经给他这个机会，要不然也不会找到一个正好的时机。然后你打仗的时候，你还要收集情报对，那正好呢，这些什么美军、日军都出来了，你就给我收集看看啊，对不对？你的空警500，你平常讲空的，你给我收集点情报回来啊。所以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好，宋志哥怎么看呢？相较于去年的肩并肩，其实中国大陆其实只派了几艘就是包括有电子征收的船。那么，但是我特别要注意的部分，我觉得真正要了解整个中国大陆的跟我们台湾的关系包括这些演练，我觉得还是去年年底的这个正义使命一般分析讨论不多，但是其实是很恐怖的。他们是每天有14艘不同的在这个演练，每天换来换去这样子，然后还有海警船，我们这次其实没有看到这边有海警船，然后它还有包括2栖征收有4艘固定在这个联合利剑，只差这个航空母舰了。所以在去年的部分年底当中，是陆海空包括2栖，然后所有连海警，这是一个大套餐，在整个正义使命的演习当中，还有渔船，在几百公里当中几千艘渔船。所以我自己觉得，如果要看而且公认是真的是最大规模的也又因此说，如果对于台湾真正的威胁会能做到什么？其实当然没有全套餐，因为航空母舰没有出来，只剩航空母舰没有出来了。但我们必须得说，你就会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在所有做的这一切呢是干嘛？就是说让你体会到这10几年来中国大陆军事方面新科技的整合真的是吓死人，甚至我认为赢过美国。第二个，体系化作战作为核心的设计是过去没有思路的。虽然过去美国也有跟俄罗斯有他们自己的这种陆海空的搭配的军事思路，可这个新的体系化作战，这2个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包括这次去南海也是一样的。但是呢，这里头又是奠基于什么呢？中国大陆只有中国大陆隐隐赢过美国、俄国的它的制造业，特别包括军事的制造业当中，整个生产力你是没有办法匹配的。而且这里还有一个东西，我认为是赢的是什么呢？是中国大陆现在从研究所、大学到包括机构，包括国资企业，包括去生产这些军事武器，包括民间继续来做。这个整个体系化的生产系统，从研发跟美国现在当中还是几个大巨头，军工业的大巨头手上，他们当然很厉害，所以这是2个完全不同的体系。这些体系就让中国大陆现在生产出每一样的系统，陆海空都是。我个人认为，现在海军导弹跟新型的无人机、雷射、电磁炮，中国大陆应该已经赢了啦。包括，但是只是说国际间这些军事的这个评鉴还是蛮吝啬的但是我们看，他们现在针对的是所有你美国都有的陆海空的一切，日本你都有的一切，俄罗斯你都有一切，欧盟都有一切，全世界各军事强国拥有的一切，中国大陆全部都有。远中近包括导弹，我自己是导弹迷所以它从远中近当中来讲，现在东风41能够打到全世界或美国的本土任何地方，可以15000公里，所以就知道这个东西就不只是我们看到现在海面上的一些，现在这只是这次在那里看到的只是海军一小部分的而已，但整个中国大陆的全世界的这个战略，作为一个具攻击性的防御战略，我认为这是中国大陆现在解放军建军跟所有这些武器当中的这个核心。好，谢谢尚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赶快来关心这一场中美的 AI 大战再度的开火。今天特别来关心到是大陆现在要禁止这个 Meta 来收购大陆的 Manus 这间企业。那 DeepSeek 另外一方面，我们今天会来关心则是搭配华为的晶片，强强联手成了黄仁勋的噩梦。今天就有这些议题一起来做关心。好，这一次的 AI 的烟硝味，我们要特别来看到的是因为大陆中国大陆的
改委在4月27号这一天正式的公告，他说对于美国企业 Meta 要收购大陆这一间 AI 新创公司 Manus 的一案，做出了禁止外资投资的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哦。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当然大家就关心说，是不是跟中美之间的中美科技战是有关系的呢？尤其最近 Manus 真的这一间企业是非常红的，它是全球第一款通用型的 AI agents。那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它能够自主思考、拆解任务、执行解法，被视为是一个超级助手。当然了，这一间 Manus 爆红之后呢，是让它的母公司这一间蝴蝶效应也一夕之间爆红，成为大陆 AI 企业的明日之星。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当时这个蝴蝶效应它爆红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引起了今天这一起中国大陆对美国的争议哦。首先，我们看到2025年3月，它推出了我们刚刚讲的 Manus 之后，瞬间爆红，6月就把总公司立刻迁到新加坡，没有想到迁过去，还把大陆的团队给全部裁员掉了。7月份，他在这边完成了7500万美元的融资，到12月立刻 Meta 就把它给收购了。这一位创办人未来还会担任 Meta 的副总裁。不过呢，根据了解，在大陆的出手之下，这一桩并购案有可能没有办法真正的成真。但是大家也关心啊，你这间企业总部已经搬到新加坡了，员工也已经跟 Meta 合作了，会不会 AI 技术都已经被 Meta 给掌握了？你就算现在中国政府介入，有没有效呢？那大家也在做分析。其实呢，中国政府不管有没有效，但是也要对未来的企业做警告，说你不要在新加坡利用新加坡这边做洗白，来完成你想做的。不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洗白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在新加坡。那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上志哥怎么看大陆出手禁止的这一项并购案，代表中美 AI 科技战已经延伸到海外了吗？那大陆出手的原因，上志哥又怎么看？好 ，Manus 是一家其实在中国大陆 AI 公司里头算是创意蛮不错的，但它创立时间没有很长，那么真正的发展出，而且在整个中国大陆开始融资这件事情，大概就这5年的事情啊。但是呢，核心就是包括除了他的创办人之外，还有另外2个这个天才。那么现在是这样子，这当中有另外2个跟他的这个软体有关的2个人，现在这些人回到中国大陆，现在被禁止出境了。所以中国大陆这一次在整个发改委会做这件事情，我想已经表示非常清楚了，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所有的民间，你们以为是年轻人创意，民间的开发的 AI 技术不是你们的，这不是商业，这是国家的。就如同先前美国能够包括NVIDIA 的部分晶片不能出去被管制，中国大陆也并不是不管制，工业没发展。可是现在 AI 在中国大陆的技术软体方面是领先的，而现在它只是很清楚的告诉你，这个是国家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家公司是从武汉发机里头，其实先前拿到包括中国大陆国资委有很多的投资，也就是国家也曾经投资你啊，扶持你，而不是全部都是靠你自己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宣布当中是对于在去年25年 Manus 现在从指缝中流出去，就是说，现在要告诉你滴水不漏了，因为先前 Manus 我们刚刚看到，从3月开始调整，6月迁移过去，真的就是他们觉得有高人指点，认为有美国华尔街的高人指点，就是要快速的在几个月之内，包括种种的公司的登记、员工、技术、机房全部都挪出去。所以为什么中国大会出重手？他觉得你这个也是蓄意的，可能都听美国说不定情报机构的这些嫌疑。所以像中国大陆为什么要处理 Manus， 不是出重手，要告诉你这件事情，就是现在在作为 AI 作为全世界国与国，包括跟美国的这个竞争当中来讲，你不要觉得这是你民间的技术，民间你只要用中国的资源在中国当中长出来的部分，它就要被国家总体来思考，它就是国家的战性，不是你轻易说我可以卖高钱，我们年轻小朋友就拿了一大堆钱，我就可以大赚钱去了哦。我觉得这个宣示本身，从去年开始，中国大陆开始官方在盯 Manus， 开着各式各样的手段，甚至大家都说你把他们这个2个关键的技术关键的人骗回来开这个论坛，然后就不让你出境了。我觉得中国大陆是可以说是所有的手段都出了，而发改委这次的做法，我认为他要求要剥离。你现在跟 Meta 管你们合不合作，作为国家来讲，我要你最后剥出来这件事情，这不是他现在政策，我认为是接下来中国大陆要做的。
好，现在大陆政府非常的不满哦，等于是 Manus 这间公司用大陆的资源跟它的资金来去发展这家企业之后，竟然就转向新加坡去做发展了。所以呢，包括它的创办人这一位小红，他也被现在限制出境，人就在中国大陆。AI 人才接下来也会做一个比较严格的管制吗？那大使又怎么看这整起事件？对，这个就是中国大陆第一次这样出手哈，禁止你来并购我的公司。当然，国际间并购是很多的。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产业都可以并购，其实美国也有同样，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同类做法。那这个就是这样做，就表示其实中国在这个产业它的创意跟它发展已经走到世界前沿了，也就有这个价值，别的公司、外国的公司来抢你的技术，它不是抢你公司，是抢你的技术，把你专利通通带走啊。那所以这里面就变成就是说，中国大陆已经惊觉到中国有些公司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而且这个公司基本上是纯本土的。他的这个创办人叫萧红，他事实上是，他是90后93年，他是华中科技大学的。他的一个特色，他从来没出国留学，他是纯中国本土培养的人才，本土的资本培养出来的。那当然，他就是说他有工程师红利，他的公司在所有创业之下，开展阶段，中国大陆这种培养的人才的培育也好，然后你这个公司发展的环境也好啊，那不管是人力或者资金哈，都有过给他贡献，所以呢，他不能说走就走。那所以这个东西现在已经到了跟这个很好谈，因为 Meta 不敢得罪中国的不敢得罪中国政府的，所以这个案子中国一说禁止并购以后，Meta 现在已经在举行是吧？就要恢复原状。是这个，可是恢复原状，第一个，我如果付出的款的话，那你这个 Manus 你要把钱还给他，然后还有就是说，这里面就变成就是说还有技术与数据的，就是说你已经在使用的，你必须要给他怎么样隔离，要删除。所以这个只要中国大陆公司这个国家出手的话，我想这个案子很快就可以解决。那不过这也树立一个新的一个标准，也是中国的这种创新公司哈，你不能啊在中国的环境里面，你得出了技术的突破啊，你突然啊别人一招手拿20亿美金，你就全部卖给别人了。是这个不是中国不允许，全世界国家有技术领先技术国家都不会允许的。对，好，所以这一起案件其实是中美科技战之下的一起争议哦。那除了我们刚刚关心的这个 AI 的科技大战之外，我们也来看到大陆现在则是在努力的致力发展它的 AI。那我们特别来看到大陆的龙头 AI 的龙头 DeepSeek 发布的最新的旗舰模型 V4 的模型，首度针对华为的晶片架构做了优化，那么代表大陆的 AI 正式进入模型再加晶片全国产业链的一个整合，恐怕让黄仁勋紧张了。干哥怎么看？好 ，DeepSeek 它最新推出了 V4 的预览版，就是说它现在正式上线了啊，然后同步开源。然后 V4 它有什么你知道？它有 Pro 跟 Flash 2种版本。听说 Pro 它可以同时处理100个词源 token。他说在业界说，哎呦吓死了，为什么？但是在这个辉达做得到而已。现在用华为的晶片也做得到了，用华为的升腾 VPN， 它竟然做到了。可是当然这种东西，你说它还没有真正的，它现在只是预览版，还没有上市，对不对？但是已经让黄仁勋很惊恐了。华府常常挂一句嘴上子讲，他说：“你们今天 AI 的成就都是当年不当使用美国的技术跟 know how。”其实他讲穿了，川普的意思就是说，你们都是抄我们的啦。他想讲的是这句话。不过对不起，现在真正的专家发现了这个 DeepSeek 的 V4 以后，他们说没有，这个完全是华为自己的 know how， 也就是说他自己形成了自己的概念去发展出这个东西。然后而且他说他表现的最强的地方是在数学跟什么跟竞赛这2个。好，在这2个方面，他说这个就完全是他们中国本土自己去研发出来的东西。因为他们的表现比聊天机器人要强过10倍以上，哇！那就是等于是说，当年黄仁勋他对于整件事情的看法，就是说，川普，你认为你要阻绝中国在 AI know how 的领域之外，不让他就是说能够这个获取或截取美国最重要的核心概念跟技术，但
你不要忘记，不管是在矽谷或者是在哈佛，所有 AI 领域都是有50%以上的华人。也就是说，全世界你把美国啊、南非啊、印度啊这些人通通加起来，还等于一个中国。所以不管走到哪里都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现在怎么看？就是说黄仁勋，你知道辉达刚刚突破5兆美元的市值了，刚刚突破5兆，第2名只有4兆而已。5兆美元的市值将会成为黄仁勋的噩梦。为什么？因为像 DeepSeek 这样的公司，如果它再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它总有一天它完全不再需要辉达的晶片。